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叶汉堡，请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幸福增加第32季第6集。夜深人静是加餐的好时候，辛巴刚将火腿放下，就看到辛小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还伴随着不安的话语和神情。这时，辛小妹终于发现这里还有别人，立刻转身逃回了房间。看到女儿大半夜一脸惊恐在家里乱晃，辛巴觉得有必要找她谈谈，然后吃火腿。第二天，辛小妹顶着一脸倦容下楼吃饭，只拿了一块饼就离开了饭厅，嘴里还神神叨叨的，活像中了邪。辛巴很是担心女儿的精神状况，他怀疑是气候变化引起了辛小妹的不安。晚上，辛巴来到女儿的房间，他已经蒙着被子几个小时了，也不知在做什么。辛巴终于忍受不了了，掀开了被子，发现女儿塞着耳机，就问她在听些什么。辛小妹目光闪烁，说只是一些助眠的声音。她这样的状态可没什么说服力。辛妈凑近听一听，发现是小调阴森音乐，再拿过手机一看，是真实犯罪播客。辛小妹迷这个已经有好几天了，一天就要收听2-3个。显然，这女孩已经好久都没有好好睡觉了。她一边祈求妈妈理解自己，一边趴在辛妈的怀里睡着了。女儿终于好好休息了，辛妈打算听听让她上瘾的究竟是何方妖孽。谋杀谷仅限割断手足者。仅仅看到这些音频的标题，辛妈就理解人们疯狂的原因了。她点开了其中的一个播放按钮，然后天就亮了。睡了一觉后，辛小妹精神大好，但辛妈就满眼血丝，一身疲惫。她找到女儿，说要跟她谈谈安吉拉的房东，这是其中一个音频内容。辛小妹见妈妈也沦陷了，笑笑表示我们要讨论的还有很多。之后的日子里，母女俩一直都待在一起，他们一起收听，一起讨论，一起分析。这天，辛巴找到了母女俩，告诉他们今天该去探望爷爷了。不然母女俩却另有安排，他们要去参加最喜欢的播客现场录集。女儿和老婆走了，辛巴找带小新一起去。他给儿子准备了一块手表，叮嘱他只要每隔几秒看一下，爷爷就知道他们想要走了。但今天有些不太寻常，门把手上还挂着一条旧领带。打开门一看，就发现老辛普森正和一个老太太激情相拥。这是他新女友，名叫薇薇安，以前还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老辛普森很感谢儿子还记得来看望他，不过他们这对情侣也另有安排，所以也抛弃父子俩离开了。另一边，母女俩很满意这次的见面会，现场效果比收听音频更有感觉了。场外，主持人肯特准备前去报道播客，他非常不屑，觉得这只是昙花一现事物罢了。可是当这些自视甚高的新闻人发现现场人满为患，全都在为播客欢呼时，肯特才知道新的时代已经悄然到来，没有人再愿意看那些小新闻。肯特报道起来也是有气无力。这时，他突然接到一条突发新闻，是一起发生在公海的谋杀案。本地一位女士在游轮落水后被认定死亡。看到消息后，母女俩马上开始分析，游轮上消失的女人，凶手应该是丈夫或者男友。小新尖叫起来，那是和爷爷接过吻的女子，也就是说，这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老辛普森。接下来报道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老辛普森被警方拘留了。看老爸出现在电视机里，辛巴有些难以置信，凶手他根本不具备作案成功的能力。肯特报道还在继续，没有人知道老辛普森是不是凶手，但这个案子已经成了热门犯罪播客的素材。他也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有罪的爷爷，而播讲者就是肯特。有罪爷爷一经播出，就席卷了整个春田镇，人们无论在做什么都不能停止收听节目。肯特还邀请了游轮上的游客、校长的妈妈来向公众讲述当晚所发生的一切。他说那是他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说着亚伯不要，然后就听到了落水的声音。为探究这句话的意思，肯特查询了警官审讯老辛普森的记录，很可惜他唯一的证词就是我不记得了，没有确凿证据，警方也只能将他放了。辛普森家也在密切关注这档节目，小新很反感他们这么说爷爷，在他心里爷爷才不是禽兽。不料这时老辛普森出现在了窗外，伴随身后的电闪雷鸣，显得格外阴沉。进屋之后，老辛普森回忆起那天情况，薇薇安跟他上了游轮，吃了午饭，然后就是不停的跳舞喝酒，剩下时他又不记得了。等清醒过来的时候，警察就说他是嫌犯。他虽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很清楚自己绝对不会伤害薇薇安。对于晚春的离去，老辛普森悲痛欲绝。趁爷爷离开，辛巴悄悄询问家里人，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否认为爷爷有罪。然后除了辛巴，大家都觉得爷爷无罪。辛巴觉得他老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辛巴有些生气，他可是你亲爹啊。辛小妹表示爷爷是个好人，全镇人都知道。接着就一块砖头扔了进来，只见外面聚集密密麻麻的人群，还有人说他们在包庇杀人犯。看着那些疯狂的人们，辛小妹明白他们都被不负责任的犯罪播客欺骗的受害者。辛妈也觉得要是肯特能像他们一样了解爷爷就好了。有罪爷爷还在持续审问，他已经排到老年犯罪区第1名。肯特也前来采访了辛普森一家，首先就是辛巴，他完全就实话实说，不仅没有凸显出爷爷好的一面，反而将他虐待倾向和自己母亲已经离去现实毫无保留展现在了公众面前。辛妈2位姐姐就更不必说，他们本来就跟辛巴那边人过不去。养老院里的老年同伴对爷爷也没有什么好话，说他的室友不断的死亡，那些90岁的人
突然就停止了呼吸。终于采访到了小新，他说爷爷不仅是个伟人，还是二战的英雄。然后话题又转到了火灰告诉他该烧死谁。母女俩听到后只剩下连连叹息。节目大火，肯特是春风得意。这天他正跟朋友们闲聊，亚德利·史密斯找到了他给了肯特一些建议。报道谋杀和残害案件的播客是指现实中那些犯了严重罪行的人，若是没有确凿证据就报道，很有可能会毁掉当事人的生活。虽然亚德利很严肃认真，但肯特似乎完全没有听进去。他在接下来节目中抛出一个更大的新闻：老辛普森杀人动机是钱。他说薇薇安有一份1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受益人就是他新男友，也就是老辛普森。即使听到这些，辛妈依然不相信爷爷会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不曾想此时爷爷也听到了节目里对他的报道。他对警方说，听了这些，他相信了自己是凶手，于是直接伸出手让警方将自己逮捕。法院很快就审理了老辛普森的自首，最终法官判他终身监禁。监狱里，辛爸辛妈前来探望老辛普森。辛爸不理解老爸为什么要认罪，家里大部分人都相信他是清白的。老辛普森表示，肯特报道太具说服力了，他在听到第4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直到第9集，他基本认定了凶手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比爷爷认罪更糟糕的情况了。辛爸很想劝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可校长妈妈的话、保险金的事，让他也找不到理由来替老辛普森开脱。最终母女俩只得崩溃大哭起来。他们明明听了那么多关于罪犯的报道，为什么却依旧不能还爷爷清白？小妹觉得他们已经变成自己最憎恨的人，大家都被蒙在鼓里，看不清浅显的真相。这时屋内响起了敲门声，来者是席医生。他说有证据能让案件大白于天下，他要求将此在公众场所发表。最后他们选择地点是有罪爷爷的中场直播。万众瞩目之下，肯特做了简单的开场白。刚介绍完有罪的爷爷的主演，辛妈就急匆匆打断他接下来的话。他表示有些事情必须要公之于众。席医生说，薇薇安失踪的那天，他和老辛普森做了一次夫妻结肠镜检查，他们2个都吞了一个肠镜微缩胶囊，它能在24小时内发出精准的 GPS 定位。由此可见，他脱离了游轮后就向岸边移动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溺水，而在游泳之后，他位置到了墨西哥的度假村。这又表明老辛普森并没有杀人，一切都是肯特的恶意揣测，才让老辛普森认罪。重返现场后，公众还是一如既往的兴奋。然而肯特就再也不能坚持报道了，因为他在各个地方都看到了老辛普森。你把我送进监狱，你算什么记者？你把我变成了杀人犯。肯特最终叹了一口气，选向公众坦白，有罪爷爷其实无罪，并他表示从今往后都会谨慎而明智的播报新闻，不再为了节目效果而故意哗众取宠，也不再为了留住观众而故意制造悬念。被放出来后，老辛普森依然郁郁寡欢，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薇薇安给耍了。他曾以为他会是自己此生最后的挚爱。老辛普森难过的翻上照片，失落离开老谋的酒吧。昏暗的路灯将他身影衬托得更加孤独。一辆大巴士驶过，他看到对面的薇薇安，震惊之余，他询问对方为什么要骗自己。薇薇安表示是他们一起骗了他，他就不应该认罪，而是应该去墨西哥找自己，带那些因为他死亡所得的赔偿金。这件事本就是他们计划好的，所以薇薇安才会在跳船的时候喊着别忘了我们的计划。看老辛普森的样子，他知道他肯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薇薇安并不在意，没有赔偿金去旅行也没事，他们不是依然还好好的在一起吗？紧接着养老院里，老辛普森房间的门把手上又挂上那条旧领带。有条件作案，有杀人动机，整个案件似乎在所有人面前都一目了然，却暴露了公众的无知与媒体的失责。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新闻播报可以直接传达到每个人面前，这无论对于新闻媒体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对于普及公众法律知识都注意良多。然而一旦与热度挂上钩，似乎新闻的真实性也变得可有可无。公众对媒体化照单全收，媒体乐意以这样的方式站稳脚跟，即使真相与他们报道不符，但他们也应该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信赖媒体的公众们，浮华褪去，只收获了一地鸡毛，而那身处漩涡中心的当事人，或许只是这个狂欢时代中的一个工具人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